中國地域遼闊，地形複雜多樣，既有壯麗的自然景觀，也隱藏着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境地。這些地方，有的因極端惡劣的自然環境而危機四伏，有的因歷史原因被嚴密封鎖，更有些地方因為無法解釋的超自然現象和頻繁的離奇死亡事件，讓人望而生畏。這些禁區不僅有着觸目驚心的傷亡數據，還有着無數撲朔迷離的謎團。即使在現代科技如此發達的今天，依然有無數生命在這些地方神秘消失，成為這片土地上永遠的謎團。今天，我們將根據記錄在案的傷亡人數，從低到高為大家揭秘中國8大最恐怖的禁地。每一處都有着令人難以置信的死亡傳說，每一個故事都會讓你不寒而栗。這些地方，即使是最勇敢的探險者，也需要三思而後行。第8名，鬼湖拉昂措。拉昂措也被稱作鬼湖，位於西藏阿里地區普蘭縣東北部的霍爾鄉地區。雖然它被人們稱為鬼湖，但它卻位於西藏3大聖湖之一的馬旁雍措湖的旁邊。真正的名字稱為拉昂措湖，在藏語中譯為有毒的湖。最令人不可思議的是，雖然西藏的鬼湖和聖湖密切相接，僅隔一條馬路，但兩者的性質和水質卻截然不同。馬旁雍措湖水清澈甘甜，周圍樹木生長茂密，上空常年晴空萬里，湖中魚蝦豐富。而拉昂措卻湖水苦澀刺鼻，四周寸草不生，陰風陣陣，烏雲密布。更奇怪的是，不僅湖泊周圍沒有任何綠植，就連牛羊也不願靠近飲水，仿佛本能地感知到某種危險。當地人常說，拉昂措湖裡住着9頭羅剎王，正是因為它的存在，才一直影響着湖水的水質。有故事提到，有人曾誤飲了拉昂措湖水之後就死在了河邊，屍體迅速腐爛發黑。更有傳說稱，在兩湖之間，地底下有一座神秘的宇宙之門，這扇門將兩座湖泊分隔為善與惡的象徵。正是這道門將兩座湖泊形成了如此極端的對比。古印度的典籍中也有記載，拉昂措代表着死亡與毀滅，而馬旁雍措則象徵着生命與希望。據說兩湖之間的平衡一旦被打破，將會引發天地異變。儘管科學家們發現拉昂措是一座含鹽量極高的鹹水湖，這解釋了為何湖水苦澀，植物難以生長，但仍無法完全解釋兩湖之間的極端差異和那些超自然現象。雖然拉昂措並沒有官方的進入標誌，但所有導遊都會嚴肅警告游客，不要靠近湖邊，絕不要觸碰湖水。當地一位年長的藏族向導曾這樣告誡：聖湖給人祝福，鬼湖帶來厄運。如果不想讓不幸跟隨你回家，就永遠不要踏入拉昂措的領地。第7名，河南封門村。封門村坐落在河南省焦作慶陽市城郊，這裡曾經是一個很普通的村莊，但隨着村民們的離開，這裡已經變成了一片荒蕪之地。村子裡上百年歷史的老房子因為年代久遠，大部分都已經坍塌，只有幾十棟還在。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，網上出現了很多關於封門村的恐怖故事，被稱為中國第1鬼村。網上有一種說法，封門村原本叫做封門村，此名取自陰陽學說，因為後來名字改成了封門，破壞了這個地方的好風水，從此村子便厄運連連。封門村因此成了探險者的首選之地，而且還經常傳出一些讓人毛骨悚然的怪事。曾經有幾個人前往封門村，看見村中有不少空蕩蕩的屋子裡都擺着棺材，於是流傳出人不能離開村子的恐怖傳說。封門村地處山區，建築與常見的坐北朝南不同，這種特殊的地理環境也增添了幾分詭異氣氛。封門村之所以被廢棄，有很多傳說，其中一個最引人注目的故事就是關於太師椅的傳說。據說在很久以前，這個村莊有一位名叫李太師的官員，他是一個非常有影響力的人物。他来到這個村莊，並決定在這裡建造一座宮殿。在建造太師椅的過程中，發生了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。坐在這個太師椅上的人會聽到一陣奇怪的、可怕的尖叫聲，讓人毛骨悚然。晚上，如果你走在村莊的街道上，會聽到一陣奇怪的、可怕的聲音，這種聲音聽起來就像是有人在尖叫。還有一個傳說是關於鬼魂的，據說在很久以前，
這個村莊曾經發生了一場大火，很多人喪生。這些死去的人並沒有離開，而是在村莊中徘徊。如果你在晚上走在村莊的街道上，可能會看到一些鬼魂，讓人不寒而栗。說起來，豐門村之所以會搬遷，官方解釋是因為村子地處山區，交通不便。豐門村的學生們距離最近的一所學校至少有4公里的路程，在山路上很可能會出現意外，而且物資匱乏，人口稀少，這些都是村民搬遷的客觀原因。然而，關於豐門村的詭異傳說從未停止，許多前往此地的探險者都遇到了無法解釋的怪事，相機莫名故障，錄音設備收到奇怪聲音，照片中出現模糊人影，有探險隊在村內過夜後，隊員回家連日高燒不退，噩夢連連。豐門村雖然被稱為中國第一鬼村，但每年仍有大量探險者前往。不知這是出於純粹的好奇，還是受到了村子中某種不可見力量的召喚。至今仍有人在此失蹤，他們究竟去了哪裡？或許只有豐門村自己知道答案。第6名，湖北神農架。神農架是中國最神秘的地區之一，這裡有着廣袤的原始森林，至今仍有大片區域無人涉足。神農架最出名的，除了它的風景，想必就是野人的傳說，這使它成為了中國的一大禁地。雖然現在的神農架有許多可以供人遊覽的地方，甚至開闢出了一個野人谷景區，但實際上，神農架有很多原始森林，至今都無人能夠完全探索。相傳在這些地方，有人曾親眼目睹過野人，或者是被稱為雪人、大腳怪的神奇生物。據說當地的村民有人曾經承認過，自己和母親在下山的途中，曾經看到過類似人形的動物。1976年，村民冉紅軍和母親親眼看到一個全身長滿濃密毛髮的類人生物，迅速消失在叢林中。為了驗證這些傳言，中國政府曾專門組織考察隊進入神農架進行研究，想要確定是否真的有另一種生物的存在。1977年到1980年3年期間，中國一共組織了3次大規模考察。在考察過程中，科學家們發現了數百根毛髮和很多疑似野人的糞便，但始終未能親眼目睹野人的真實存在。更令人擔憂的是，每次考察都有隊員離奇失蹤或發生意外，仿佛某種力量在阻止人們揭開神農架的秘密。神農架除了有野人的傳說之外，被稱為禁區的另一個原因是，這裡疑似有古怪蛇類的出現。據當地獵人描述，這種通體鮮紅的蛇類擁有令人震驚的能力，當它被打散後，會瞬間分解成幾百條小蟲子，然後在短時間內又能重新組合成完整的蛇體。更可怕的是，這種蛇極具攻擊性，被咬傷者幾乎無一生還。生物學家推測，如果它真的存在，很可能是一種尚未被科學界認識的新物種。除此之外，神農架還流傳着一種神秘的白色物體的傳說。這些白色物體不是野人，卻比野人更具攻擊性。當地人稱，這些白影漂浮在神農架的上空，特別是在霧氣彌漫的日子裡更為活躍。科學解釋認為，這可能是山間的瘴氣，吸入過多會導致昏迷，甚至有生命危險。但有目擊者堅稱，這些白影具有某種意識，會主動追逐闖入者。神農架的禁區之所以如此危險，不僅僅是因為其複雜的地形和茂密的原始森林，更因為那些無法用科學解釋的超自然現象。即使是經驗豐富的向導，也不敢貿然進入神農架的深處。許多探險隊員在進入深山後，會無緣無故地感到恐懼和不安，仿佛被什麼東西注視着。據不完全統計，自上世紀50年代以來，已有至少30多名探險者和科研人員在神農架失蹤，其中大部分人至今下落不明。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，那些被找到的遇難者遺體往往沒有明顯的外傷，但面部表情卻異常恐懼，似乎在死前看到了什麼令人難以置信的可怕景象。如今，神農架的大部分區域已經開發為旅遊景區，但仍有相當面積被嚴格封鎖，任何人未經許可不得進入。即使在允許遊覽的區域，也有明確的路線限制，一旦偏離，後果不堪設想。站在神農架的某些高處，
遠眺那些人跡罕至的峽谷和密林，你會感受到一種莫名的震撼和敬畏，仿佛這片土地確實隱藏着某種超乎想象的秘密，等待有緣人去揭開。第5名，四川瓦屋山迷魂蕩。迷魂蕩處於四川省眉山市洪雅縣瓦屋山鎮，這裡有着我國最大的原始森林，面積將近90萬畝。森林裡充滿了只有在人與自然中才會出現的珍奇動物，植被也很茂盛，地勢奇特，地形極為複雜，有着數不盡的山村湖泊。人們都說，進入瓦屋山的山林後，一陣大霧一起，便再也找不到方向。1970年9月，洪雅當地有名獵人帶着獵犬進入瓦屋山，不料竟離奇失蹤。2年後，洪雅縣公安局再次接到相似的報案，這次的案件一如2年前那樣，是一起瓦屋山人口離奇失蹤案。報案人稱自己妻子與鄰居一同進入瓦屋山挖野菜、採草藥，結果都是失蹤未歸。警方再次搜尋瓦屋山，還是無果而終。隨着當地輿論的發酵，加之多年之前神秘恐怖的傳說，瓦屋山的故事被人們越傳越邪。從此，瓦屋山有了一個恐怖的名字——迷魂蕩。針對這件事，官方決定派出探險隊勘察一番。四川地質勘探局帶着羅盤、指南針等現代化專業設備率先出馬。在進入瓦屋山當天，滿山起了大霧，導致大家連進入迷魂蕩的入口都未能找到，調查工作根本不能開展。當然，辦法總是比困難多的，其中有人建議找一名當地人帶路。於是在多方努力之下，輾轉多時，勘探隊終於找到了一名當地的藏族獵人。起初，這人是拒絕帶路的，畢竟傳說進入迷魂蕩的人都是有去無回的。但在各位勘探隊員的堅持和勸說下，這名藏族的老獵人還是決定前往帶路。在老獵人帶領下，勘探隊找到一條小路進入瓦屋山。這裡人跡罕至，沒有正規道路，雜草叢生，巨大的樹木遮天蔽日。剛走不久，所有羅盤和指南針突然全部失靈，這一怪異現象讓隊員們不寒而栗。夜晚紮營後，更詭異的事發生了。後半夜，眾人同時被驚醒，發現濃霧籠罩，所有人都出現胸悶頭暈症狀，仿佛有無形的危險正在逼近。出於生命安全考慮，隊員們決定立刻下山。然而，面對情況複雜的瓦屋山，又是深更半夜，想要下山又談何容易呢？地勢複雜，加之身體不適，很快勘探隊便在瓦屋山中迷失了方向。在多次行走又返回原點之後，很多隊員都慌了起來。更加讓人恐慌的是，10個小時過去了，大家對於下山的路還是毫無頭緒。不知又走了多久，大家來到了一片沼澤地。突然，大家開始出現不同程度的嘔吐，甚至還有2個隊員一度失去意識，直接倒下。就在這驚慌的時刻，老獵人很快便發現問題，趕緊招呼大家離開沼澤地，不然都要中毒。於是大家一路狂奔逃離。果不其然，一離開這裡，大家很快都恢復了正常。儘管如此，仍舊未能改變大家迷路的事實。這時已經整整2天過去了，在各種打擊之下，很多隊員已經失去信心，陷入一種悲觀迷茫的情緒之中。隊員們意識到不能再坐以待斃了，必須快速找到正確的道路，離開瓦屋山，不然時間拖久了，大家都要折在恐怖的迷魂蕩中。在不懈努力下，又不知過了幾天，勘探隊終於走出了這座大山。然而此時他們出山之處早已不是來時的村莊，而是來到了隔壁的銀津縣。死裡逃生的勘探隊趕緊將此事匯報給上級有關部門，有關部門也進一步意識到此事的嚴重性。為了避免危險再次發生，四川政府將迷魂蕩周圍封鎖起來，並樹有黃泉路的標牌。關於瓦屋山迷魂蕩的神秘現象，科學界有多種解釋。第一種是地磁異常說，瓦屋山富含鐵礦，會導致指南針失靈。第二種是瘴氣毒人說，山中沼澤能釋放出有毒氣體，導致人出現幻覺。第三種是視覺幻影說，這裡特殊的地形和霧氣會形成光學現象，讓人產生錯覺。然而，這些解釋都無法完全說服那些親歷者。
有經驗豐富的探險隊員聲稱，在瓦屋山迷魂檔內有一種無法形容的恐懼感，仿佛有什麼東西在監視着闖入者，等待將他們永遠留在山中。官方記錄顯示，自1950年以來，已有至少7支探險隊在迷魂檔地區失蹤或遇難，造成數十人傷亡。如今，瓦屋山已開發為旅遊景區，但那些標記禁止進入的區域，至今無人敢貿然闖入。如當地人所說，入得去，出不來，這就是迷魂檔。第4名，青海昆崙山死亡谷。昆崙山被稱為萬山之祖，在中國神話中是眾神居住的地方。然而，在這片神聖的山脈中，隱藏着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死亡谷，凡是進入其中的生物，均無法活着出來。昆崙山土質肥沃，各種珍禽異獸不計其數。對於當地的牧民來說，這就是上天賜予他們生生不息的絕佳寶地。飼養的牲畜能夠飽餐一頓，這裡絕對是不二選擇。但是死亡谷絕對是任何牧民不會踏入的禁地，凡是進入其中的生物均不會活着出來。這樣匪夷所思的結果早已是人盡皆知。一天，一位牧民悠閒地趕着一群牲畜吃草，本想着美好的一天就這樣結束了。可是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旦夕禍福。調皮的馬兒誤打誤撞進入死亡谷之中。對於牧民來說，馬兒就是他生活來源的一部分。雖然對死亡谷的威名早已了然於胸，但是面對現實的選擇，還是有些猶豫不決。這時候，虛無縹緲的傳說難以抵擋現實的誘惑，半信半疑的他最終進入了死亡谷。恐怖的事情才剛剛開始。這位牧民沒有和他的馬兒一起出來，人們對於不知所蹤的牧民議論紛紛，離奇的迷霧一直籠罩在當地人的心中。在此事毫無進展之時，牧民的屍體卻出人意料地出現在山坡上。屍體檢查顯示，他並沒有任何外傷，仿佛只是安詳地睡着了一般。從此，人們聽到死亡谷時更加膽戰心驚。後來，一支考察隊在炎熱的夏季來到死亡谷，卻發現谷內寒風刺骨。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，短短幾分鐘內，天氣從晴朗轉為電閃雷鳴，大雪紛飛。考察隊驚恐之下決定撤離，但一名隊員卻在返程途中突然倒地身亡。屍體檢查顯示心臟驟停，沒有任何外部創傷。當第二天他們返回此地時，此地早已面目全非，仿佛經歷了一場超自然的變化。沒有人知道為什麼會這樣，但是當地藏族人相信，昆崙山死亡谷是山神居住的地方，任何擅自闖入者都會遭到懲罰。更有傳言稱，谷內存在着一種未知的能量場，能夠干擾人體的神經系統和心臟功能。科學家推測，死亡谷的奇特現象可能與地質構造有關，但至今無人能給出確切解釋。當地政府已經在死亡谷周圍設置了警示標誌，嚴禁任何人進入。村民們世代相傳一句話：寧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無。這句話在死亡谷顯得尤為貼切。每年，仍有好奇心過重的探險者嘗試揭開死亡谷的神秘面紗，而結果往往是再也沒能走出這片詭異的土地。當地統計顯示，已有超過30名探險者在此永遠沉睡。第3名，江西鄱陽湖老爺廟水域、百慕大魔鬼域。鄱湖也有類同區。傳說中的鄱陽湖的魔鬼三角，說的就是鄱陽湖老爺廟水域。這裡曾有200多艘船隻在此沉沒，在世界沉船史上也是罕見。這片水域還有湖怪與飛碟等傳聞，真是一處神秘的離奇之地。比如上世紀60年代，一艘漁船在去往老爺廟的途中，突然在該水域沉沒，造成10餘人喪生。1985年3月15日，也有一艘船舶沉沒在該水域。之後的8月3日，又先後有2艘20噸的船舶和12條船隻在此處神秘消失。其實早在1945年，老爺廟水域就已經發生過類似的沉船事件。當時的中國雖然還在抗日戰爭時期，但日本已經處於日薄西山的狀態。可是他們依然放不下自己的狼子野心，想方設法將中國的一些金銀財寶和古玩搜刮到了一起，將它們裝到了神戶5號上，於1945年4月正式出發，想要通過長江將其運往日本。
可是讓人沒想到的是，在行駛至老爺廟水域的時候，這艘裝滿金銀財寶的船突然就沉沒在了湖底，就連船上的200多個人也都不見了蹤跡。得到這個消息後，日軍將領覺得很不可思議，畢竟神戶5號是一艘2000多噸的船，用龐然大物形容也毫不誇張，怎麼會在鄱陽湖幾十米深的湖裡驟然沉沒？戰後，中國組織了多次打撈行動，但奇怪的是，幾乎沒有發現任何沉船殘骸，仿佛這艘巨輪被某種力量徹底吞噬。幾十年來，關於老爺廟水域的奇怪現象層出不窮。漁民們描述，在特定的夜晚，湖面上會出現詭異的燈光，有時湖水會突然旋轉，形成巨大的漩渦。更離奇的是，有人聲稱在湖中看到過一種前所未見的生物，體長超過10米，形似蛟龍，當地人稱之為鄱陽水怪。一些科學家試圖用自然現象解釋這些異常事件。有人認為，特殊的地質構造導致湖底存在強大的暗流和漩渦，能在瞬間吞噬船隻。也有專家指出，季節性的氣象條件可能造成突發性強風以及水下暗流，使船隻失去控制。還有研究表明，某些區域可能存在甲烷氣體噴發，這種氣體能在瞬間改變水的浮力，讓船隻迅速沉沒。然而，最令人恐懼的是，沉船事件並未隨着科技的發展而減少。即使是裝備了現代導航設備的船隻，在經過老爺廟水域時，仍會遭遇各種難以解釋的故障，指南針瘋狂旋轉，雷達設備失靈，發動機突然熄火。2012年，一艘載有32人的現代化觀光船在此水域失聯，搜救人員只找到了漂浮的救生衣和一些殘骸，船體和船上人員至今下落不明。當地漁民相信，老爺廟水域有一個通往異次元的時空隧道，任何經過的船隻都有可能被捲入其中。也有傳說稱，湖底存在着一座古代建築，居住着嗜血的水族，他們會制造各種異象，將船隻吸引到此，然後將其拖入湖底。如今，即使是經驗豐富的漁民，也寧願繞道行，不願靠近這片詭異的水域。當地政府已經在重要航道設立警示標誌，提醒船隻盡量避開老爺廟水域。但每年仍有對神秘事物充滿好奇的探險者前來挑戰，而結果往往是又增加了幾個失蹤的名字。第2名，四川黑竹溝。黑竹溝現在的全名叫做黑竹溝國家森林公園，坐落在四川省樂山市峨邊彝族自治縣。經過政府開發保護，在允許的一部分範圍內，遊客是可以進入參觀旅遊的。如果有興趣前去一探究竟的朋友，切記標識牌不允許進入的地區，千萬不要帶着好奇心進入。該谷進口稱鬼門關，連獵人都不敢進入。當地彝漢人民稱之為南陵區的魔鬼三角洲。人畜進入黑竹溝屢屢出現失蹤和死亡事件，早有所聞，很多媒體也都披露過。但人進去後是怎樣失蹤和死亡的，至今還是個謎。1950年，國民黨胡宗南殘部的30餘人仗着武器精良，穿越黑竹溝，入溝後竟無一人生還。1951年，部隊測繪隊和彝族同胞曾多次在黑竹溝遇險，其中3死3傷，2人失蹤。之後，解放軍的3個偵察兵從甘洛縣方向進入黑竹溝，也只有排長1人生還。1976年，四川僧勘一大隊的3名隊員失蹤於黑竹溝，3個月後被發現只剩下3具無肉骨架。類似的事件在當地還有許多起，最早發生的時間已經無從考證。也因此，這裡被人們害怕地稱之為恐怖死亡谷，人們不敢路過，也害怕提及。黑竹溝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野人傳說。1974年，樂屋鄉村民冉千不幹聲稱親眼目睹一個2米高、滿身黃褐色絨毛的類人生物，當地人將其稱為諾神羅阿普，意為山神的爺爺，對他的敬畏甚至超過了對山神的敬畏。這一傳說如此根深蒂固，以至於黑竹溝中至今仍有一處被稱為野人谷的地方。黑竹溝的神秘還體現在其奇特的生態環境上，這裡有罕見的黑白相間花紋的花熊貓，它們與普通大熊貓不同，竟會到一家山寨捕食牲畜，
吃完後還敢在寨中大睡。此地甚至曾發現亞洲首例黑豹。植物界同樣奇特，百年古山上的野藤直徑可達3米，高達80米，如同擎天巨扇。這裡還生長着烘桐、水青樹、青檀等多種國家保護植物，形成了一個神秘而原始的生態系統。黑竹溝的恐怖之處還在於當地流傳的一種訓誡：進入這片地區後不得大聲喧嘩，驚擾山神清修，不然山神摩朗將發怒，吐出陣陣白霧，將闖入的人和牲畜抓走懲罰，再也回不來了。很多死亡和失蹤案例似乎都印證了這個傳說。在進入黑竹溝不久，濃霧便會突然出現，緊接着進入者就會迷失方向，再也找不到出路。有科學家推測，黑竹溝可能存在某種未知的地質構造，導致特定條件下會釋放有毒氣體。也有專家認為，這裡可能有一種特殊的真菌或植物，能夠產生致幻物質，讓人失去方向感，甚至引發幻覺。但無論哪種解釋，都無法完全解釋為何會有那麼多經驗豐富的軍人和探險者在此遇難。如今，黑竹溝已經開發了部分安全區域供遊客參觀，但深處仍有大片區域被嚴格禁止進入。那些警示牌後的區域究竟隱藏着怎樣的秘密，恐怕只有那些永遠留在溝中的亡魂才知道。第一名，新疆羅布泊。羅布泊位於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若羌縣境內，如今這裡被稱為生命的禁區。有人稱羅布泊地區是亞洲大陸上的一塊魔鬼三角區，古絲綢之路就從中穿過。古往今來，很多孤魂野鬼在此遊蕩，枯骨到處皆是。唐代高僧玄奘西行取經路過敦煌時，在《大唐西域記》中寫道：沙河中多有惡鬼熱風，遇者則死。其實羅布泊之所以成為生命禁區，成為大家避之不及的恐怖之處，主要跟它的氣候、溫度有關。羅布泊因為身處內陸，又靠近塔克拉瑪干沙漠，從而形成了極端的大陸性極端乾旱荒漠氣候。羅布泊是中國環境最極端的地區之一，其恐怖之處主要在於3點：首先是巨大的溫差，夏季高達50至60度，冬季低至零下20度；其次是強烈的紫外線輻射，年日照達3200小時，稀薄的空氣讓陽光異常強烈；最後是嚴重的水分失衡，年蒸發量高達3000毫米，而降水量僅有20毫米。這種極端環境加上頻繁的沙暴天氣，使得即使攜帶充足的水源，在此地遇險概率也超過90%。這不是誇張，而是生命禁區的真實寫照。畢竟沙暴天氣可不僅僅是大風，還有遮天蓋日的沙塵，不僅能掩埋活人，就連車輛也能掩埋。因此，對於像羅布泊這些著名的生命禁區，大家在網上看看就好，不要想着去征服它，或者去體驗一下。不然一旦出現意外，在沙漠裡，連救援都機會也十分渺茫。甚至於今年就有4名探險隊員命喪羅布泊。但羅布泊的恐怖遠不只是惡劣的自然環境，這片區域還隱藏着無數難解的謎團，成為中國最著名的禁地之一。首先是樓蘭古城的詛咒。樓蘭古城曾是絲綢之路上的重要城市，卻在短時間內突然消失。考古學家彭加木在1980年探索羅布泊時離奇失蹤，屍骨至今未尋，成為羅布泊眾多謎團之一。原本經驗豐富的彭加木是做了充分準備的，他深知羅布泊的危險，卻依然神秘消失，這讓人不得不懷疑是否有某種超自然的力量在作祟。其次，羅布泊曾是中國核試驗基地，至今仍有大片區域被列為軍事禁區，普通人絕對無法靠近。有傳言稱，這裡曾發現過不明飛行物的墜落殘骸，甚至有人聲稱看到過神秘的光點在夜空中飛行，隨後消失在羅布泊深處。羅布泊的恐怖還體現在歷史上無數消失的商隊和探險隊。古代絲綢之路上，多少商隊在穿越羅布泊時人間蒸發，成為沙漠中的一堆枯骨。現代以來，已有數十支探險隊在此遇難，包括多國組成的科考隊。即使是配備了先進 GPS 和通訊設備的探險者，在羅布泊面前也顯得無比脆弱。當地維吾爾族人有一個傳說，羅布泊是死神的後花園，
任何貿然闖入者都會成為死神的收藏品。他們相信這片土地被詛咒了，是不祥之地，不僅會帶走生命，還會帶走靈魂。科學家們試圖用各種理論解釋羅布泊的異常現象。有人提出地磁異常理論，認為特殊的地磁場會干擾指南針和電子設備，讓探險者迷失方向。也有研究者指出，羅布泊區域存在強烈的靜電場，可能對人體神經系統產生影響。還有專家認為，沙漠中特殊的光線折射會產生幻覺，讓探險者看到不存在的景象，從而誤入險境。但即使是最先進的科學考察，也無法完全揭示羅布泊的全部秘密。如今，羅布泊已經乾涸，曾經的湖泊變成了鹽鹼地和沙漠，仿佛是大自然為這片死亡之地設立的天然墓碑。中國政府已經明確禁止任何未經許可的探險活動，但每年依然有人冒險前往，其中不少人成為了羅布泊的新祭品。羅布泊這個新疆的生命禁區，以其最高的傷亡記錄，當之無愧地成為中國最恐怖的禁地第一名。它不僅吞噬生命，還吞噬探索者的勇氣和希望，讓任何敢於挑戰它的人都付出慘重代價。中國這些神秘禁地，無論是因極端環境，還是流傳已久的傳說，都以其神秘色彩吸引着無數探險者的目光。即使在現代科技條件下，這些地區依然存在不可預測的危險，強烈的紫外線輻射、極端溫差、複雜地形和突變天氣，都讓它們成為不可輕易涉足的危險區域。近年來，儘管裝備先進的探險隊前往這些地方，仍有不少遇險事件發生。這些禁地用實際行動告訴我們，自然的力量不可小覷，人類的認知仍存在局限。面對這些地方，保持敬畏之心始終是明智之舉。你知道其他神秘禁地嗎？歡迎在評論區分享，別忘了點讚、訂閱，我們下期再見。